3月10号，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关于美国在乌克兰实施军事和生物计划的材料。有专家分析到，当年的非洲猪瘟病毒很有可能与美国脱不了干系。为何专家会这样说？到底美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美国面对俄罗斯的铁证将如何回应？从获得的信息中可以证实，美国国防部在资助和开展乌克兰境内的军事和生物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美国在乌克兰 UP4 项目的细节已经得到确认，该项目的实验室在基辅、哈尔科夫和奥德萨都有，并且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候鸟迁徙来传播特种危险的传染病的可能性，包括高致病性的 H5N1 流感。尽管西方国家的代表对转出其生物材料持谨慎态度，但文件证实了许多将乌克兰公民的生物样本转移到国外的案例。目前，美国已经设法将这大部分文件，包括基辅、哈尔科夫和奥德萨实验室的数据库、生物材料和设备，疏散到利沃夫流行病学和研究卫生所以及美国驻利沃夫领事馆。不能排除也有部分资料已经被转移到了波兰的可能。于是，某国军事专家想起来，早在2019年以前，也就是新冠之前，中美在打贸易战。于是，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猪肉，但很快就出现非洲猪瘟病毒。其中不少报道说，非洲猪瘟从俄罗斯的进口肉传入中国。其实，在2015年，俄罗斯就报道了禁止从乌克兰进口猪肉的可能性，原因是乌克兰出现了非洲猪瘟。而在2018年8月的时候，就有俄罗斯的农业专家指出，现在不是欧洲地区猪瘟流行的季节，尤其是像北欧这样的高纬度地区，非洲猪瘟通常只是偶发性质，从未如此像这样出现大规模蔓延的情况。除此之外，专家还称，对于偶发性病毒，只有在实验室条件下才会出现稳定感染的变异，所以有理由怀疑频频爆发的猪瘟与美军测试的新型生物武器有关。此外，俄罗斯军事专家还提到一个重要的细节，非洲猪瘟爆发前，在俄罗斯的周边，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北约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演习内容和生化武器有关。然后在演习期间，附近就不断发生猪瘟现象，在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凡是北约进行过演习的区域都出现了该疫情。虽然不少媒体表示俄罗斯是过分担心，但现在看来，这个巧合真的这么巧吗？也许未必是巧合。在2018年的10月份，俄罗斯媒体曝光30个美国生物实验室建在俄中边境。据不愿意公开姓名的知情人爆料，美国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近郊区的卢加尔实验室进行了包括人体试验在内的多项实验。且根据以前的文件记录显示，实验已经导致多人死亡，而该实验室恰好在俄罗斯的边境。而卢加尔实验室除了研究常规的细菌病毒之外，还在研究利用昆虫进行生物攻击，例如使用无人机将攻击昆虫运送到攻击地点，通过生物攻击传播疾病。联想到既不是猪瘟流行的季节，又不是猪瘟常在的低纬度地区，发生如此大面积的猪瘟，实乃诡异。不然，美国在俄罗斯周边频繁布建生物实验室在干什么？难道是为了周边人民的身体健康？美国没有这么好心吧？这些都是2019年前，也就中国新冠疫情以前的新闻报道。仔细想想，美国的一举一动确实令人细思极恐。于是到2019年，中国武汉大规模爆发的新冠疫情，钟南山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武汉举行了军运会，每天都能看到很多运动员，而最先发现的病例就是在华南海鲜市场，而这个地方就在汉口火车站旁边，导致了全国大范围的爆发。一开始很多人都说是吃了蝙蝠造成的，并非如此。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武汉军运会开幕，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武装外交官马特杰·贝纳西与其同行者皆出现流感症状，并且没有滞留在武汉治疗，而是火速由美国专机接回。圣顿特区的一名调查记者则根据信息推算出，马特杰·贝纳西与德特里克堡有密切关联。那么，德特里克堡究竟是什么危险的存在？早在1943年，美国陆军部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设立细菌战研究基地。
为掩人耳目，该基地被命名为德特里克试验田，这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此后几年，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日本细菌战的有关情况，其中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进行了接触，了解细菌战。美国为了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细菌试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武器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并为此支付了25万日元。2015年，冠状病毒学者拉尔夫·巴里克团队在《自然医学》发布研究成果，一个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感染的可能性。论文展示了它在实验室中重组冠状病毒可以跨物种感染人的潜在危险。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将来自中华菊头蝠体内的冠状病毒 SHCO14 上的 S 蛋白与 SARS 病毒杂交，创造了一种重组冠状病毒，结果产生了一种突变病毒。这种病毒跨物种不需中间宿主就可感染老鼠呼吸道上皮细胞，并在细胞内复制，明显损害了老鼠肺部。这种病毒群就和新冠病毒群的前身。不过，中国国内的相关科学家没有任何一个提供过任何支持新冠病毒和美国相关的证据。也许有的是一些阴谋论者的猜测，但也存在不少事实，其中就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揭批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与侵华日军731部队交易的有关情况。此外，在2021年，中国外交官也曾多次表示，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让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发调查。美国则一直避而不谈，也不回应。回到此次俄罗斯发现美国实验室的铁证，也再一次被美国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道，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生物军事活动早就有严重关切。美国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在境内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国际社会对此一无所知，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应付过去的。把国际社会的关切说成是虚假信息，更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更讽刺的是，只要美国不说，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国家能知道美国生物实验室在做什么实验。甚至有的连地址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了美军在试验，也没有哪个国家敢检查美国的生物实验室，这才是更可悲的。